要不要买一个显示屏支架？差价3倍的支架之间有什么区别？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K。最近不是在捣鼓做大嘛？原先的显示屏支架高度比较矮，不太好利用增高架正上方的空间，所以就花重金，差不多300块钱入手了一款 AOC 的显示屏支架。然后我又很好奇啊，这个300块钱的支架和100块钱的支架之间会有什么区别？本着我不踩坑谁来踩的原则啊，京东又下单了一款只要99块钱但销量非常可观的显示器支架。品牌的话，这里就给打个马赛克，防止有人说我拉踩。本期视频将从外观、做工、安装方式、全体稳定性3个维度来对这2款差价3倍的显示器进行对比。经过几年的市场筛选，目前支架的形态已经大差不差了。首先从价格低的看起啊，这款99元的爆款支架长相还是比较粗犷的，因为两段都是铝合金材质，表面做了亮面的喷漆，内饰有线材的收纳位置，但是在一些边角区域可以看到处理的不是很到位，会有一点的割手，安装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的。AOC 这边同样是全铝合金的材质，表面做了烤漆处理，整体的质感就类似于更加细腻的阳极氧化。侧面可以看到一个透明的小窗户，可以通过它来调整弹簧的拉伸位置，这些就后面再说了。相信大家到这里也可以看到2款支架的一些区别啊，便宜的也不是说不能用，但高价位的肯定会更好，这部分就看你愿不愿意多掏钱了。2款支架的安装方式都比较简单，主要的区别是在尾部和头部。尾部安装的时候，99元爆款支架需要先把夹式装置的上半部分通过螺丝连接，再把下半部分通过凸起调整到位之后，才可以卡到桌面上。AOC 这边直接做成了一体的 C 型夹具，无需调整档位，安装上的话会更方便一些。但99元爆款可以通过调整锁紧位置来借用更厚的桌板，所以在这一点上反而是99元的爆款兼容性会更好。在显示屏的安装方式上，两者也是有一定的区别。99元爆款这边是先在显示屏上好2颗螺丝之后，放到支架卡口上进行固定，然后再拧好底部2颗螺丝。AOC 这边因为支架头部是可拆卸的，还有一层可分离的关节，所以大可以把头部先拧在显示器上，然后再直接给怼下去，会稍微的方便那么一点点。总的来说，这2款显示屏支架的安装方式都相对不错。但是在安装好之后，我发现了一点点区别，就是 AOC 这边的支架晃动公差会控制得更好一些，99元爆款会显得更加松垮。在可调整的范围上，99元热销款只支持260毫米到400毫米的一个高度调节， AOC 这边的话就是250到495毫米。更高的可抬升高度带来的好处就是你的显示器和增高架之间的空间会更大。如果你本身就是1.8米的大高个，这种更高的显示器支架也可以满足你视线和显示器平齐的一个需求。至于其他的可调整角度，2款显示屏支架都可以做到360度任意的旋转，俯仰角也达到了比较夸张的180度，所以这个环节需要考虑的就是更贵的价格可以带来更大的高度可调整范围。在其他参数上，低价位和高价位的显示屏支架其实也拉不开太大的差距。然后就是2款支架的支撑原理方面，99元爆款这边用了一个气压弹簧，就类似于我们平时做的升降椅，通过气压来提供支架的支撑力。AOC 这款的话就很直接了，机械结构，通过小窗可以看到内置了一根弹簧，通过调整扳手可以调整内部弹簧的松紧来适应不同重量的显示器。气压杆和弹簧的区别就是弹簧可以提供一个更长的使用寿命，气压杆的话可能会因为时间长了里面的气体溢出而导致支撑力不够，出现一些沉透的现象。根据我的使用经验，一般用个2-3年都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来到实战环节，我这里准备了2款尺寸，一个是27寸，一个是32寸的屏幕，用来测试2款支架的稳定性。安装好之后啊，2款支架对于27寸的显示器来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任意角度和高度都可以实现悬停，升降的手感都做得还不错。在俯仰角的调整顺滑度上 ，AOC 支架的表现会明显比99元爆款好上不少。AOC 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单手调整俯仰角，但99元爆款这边就没有办法单手调整，并且转动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塑料嘎吱声。2款支架在27寸显示器上的表现，我觉得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但是在我把显示屏换到32寸之后，情况就变得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了。99元的爆款支架，在我安装完毕之后，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调平。如果把下降调到稳定之后，那上升的最后一小段就会自动往上弹；相反，如果把上升调到稳定之后，那下降的最后一小段就会自动往下坠。本来就没有多少的升降
降行程啊，这样一搞又缩小了一小半。而 AOC 这边的话，更换了大屏的显示器之后，甚至不需要怎么调频，依旧是可以做到任意角度悬停。我们在购买支架之前需要注意的就是搞清楚自己显示屏的尺寸，以后需要多少增高架和显示屏之间的空间，同时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高问题。像这款99元的支架，如果显示器的尺寸比较小，比如说只有24寸，那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去到27寸以上，或者说27寸显示屏的下巴比较宽，那这款我就不是很推荐了。AOC 这款支架确实贵有贵的道理，任意角度悬停，并且手感做得非常舒适，甚至从27寸切换到32寸显示器也可以不用调频，同时也可以给到一个更大的抬升范围，去到495毫米。至于显示屏支架的外观和做工我个人觉得就相对没那么重要了，毕竟也是藏在后面默默服务的一个产品大家能给到更好的，我肯定也不会嫌弃，是吧？好了，那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